好，我们现在要来教的是一个那个前面，应该是说一个拉链带啦。然后这个拉链带它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之前有先做一下样本哈，就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拉链带呢，它前面呢有这个3层，刚好是可以放卡片的那个卡夹，好，刚好可以放这些无微不微，然后就可以这样分别收纳好。好，那我们收的时候呢，因为中间这个制图的关系。版型的关系呢，让我们的这个卡不会一下子掉到最下面去，所以再拿很好拿。可是这样拿还是会掉出来，就回下没有吧？所以呢，我前面就做了一个这个带盖，把它扣住，这样我们东西就比较不会掉出来。可是呢，平常要用啊，还是要放什么？那当然比较重要的卡，你最好还是放在拉链袋里面。那有一些像那种比较一般的这种比较不重要的嘛，我们就可以放在前面。有时候再拿比较好拿，不用说钱包一直这样拿来拿去，还蛮危险的。那里面呢就是一个拉链袋。那最主要呢，这个的样式当然就是在前面这个地方啦，比较特别。那后面呢，还有一个这个后面的后带，所以我们就要做这样的一个包包。那我都选这个淡色系的，看起来蛮舒服的。所以呢，来粉红色的车给大家看。好，我们现在要来准备的呢，当然就是一堆哩哩扣扣的东西啦，因为它有3层的这个卡夹的放卡的地方哈，放卡片的地方。其实不一定放卡片，你也可以放收据啊，放一些什么我头撞到荧幕了，不好意思。你刚好他开公公，哎呦，好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呢就是要准备这个布料。那准备布料呢，我们就会准备到一个前面这个前带的部分，还有一个后面的后带，还有这个里部的部分哈，然后还有这个3层这个卡夹的部分。像这样子，那这个我们都要先贴衬贴好哈。你要把衬全部贴满也可以，要像我这样贴一半也可以，就随便你。因为呢，我觉得说这个我们在放很多东西了，所以也不用选太厚的布衬，也不用贴太多的衬。然后一个带盖、滚边条，还有那颗装饰的爱心。那你当然不一定要缝爱心了，随便你要缝什么都可以。那最主要还有一条拉链。好，那我这个拉链用的是6英寸，那你自己要做大的话也随便你了，看你想要做多大就做多大呗。好，我们要开始车喽。首先呢，先从带盖开始车。这2天哦，台南部哦，台湾的南部下大雨，大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哦。那个测雨站说是200年来最大的这个豪雨哦，所以就还蛮恐怖的。希望大家一切平安哦，要不然有没有游出去啊？太可怕了。好，我们先把带盖呢，那因为带盖我们会缝那个磁扣哈，所以2边我们都贴一下衬，会好一点，比较挺，比较不会软的。然后呢，我们先把周围这样扯起来。那这个带子其实还蛮基本的，如果你要手缝的话，应该也都还蛮好缝的。只是说我们就先把这个带盖切起来，好，然后车起来之后呢，我们就要来滚边。那滚边的话呢，之前我们有教过怎么滚边，那个有单独的一个单元，所以我这一篇其实也是做给大家看，把那个步骤有没有一一的做出来给大家看。那我们滚边呢，滚边条要准备好适当的长度，也就是说你这样圈一圈起来，一定要够的这个一个长度哈。好，那我们就开始扯，大概30公分了，我的尺寸的话，然后我们就沿着把斜布条我们剪宽一点。然后把它对折，那斜布条剪多宽，你们可以去看，之前我有教过，你们自己去翻一下哈。那这个宽度好像4.5到5公分吧。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也有可能会出材料包啦。如果你们版型不会画的话，再跟我买材料包。那我们在测这个弧度外面的这个弧度的时候呢，我们的滚边要挤它，就是要挤一下。好，往前推。什么叫挤呢？就是往前推。那你可以用手指头推，你也可以用那个锥子推。就是说你如果怕车到手，你就用锥子这样稍微推一下。那我们在推的时候不要产生小皱褶，这还蛮重要的。如果你产生了小皱褶，就请你拆掉重车，才不会觉得拜拜。拆一个物件拜拜，看你心情嘛拜拜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尽量。因为这个斜布条它有一点点那个弹性有点拉伸，所以它的纤维拉伸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它推或是拉，就比较不会有产生小皱褶。然后呢，就把它车过来，
安呢，多余的剪掉，然后呢，再把它包过来就好了，还蛮简单的啦。其实这个袋子做法不难，难的就是在那个口袋哈，前面那个卡夹那个口袋的那个计算，哦，就是要算一下，认真算一下。所以如果你要是会算的话，其实也很好啊，就可以自己算算看，看你爱几层就车几层，对不对？那其实我觉得说一层可以放2、3张，其实两三层也就够了。哎，它总共有3层的，等一下哦，慢慢的车，我们现在压0.1哈，然后慢慢的把它车过来。用我这种方式在车滚边呢，其实还蛮万无一失的。正反面都还蛮好看的，不会说后面车不到哦。你看后边水不？好，那我刚刚说3层就是像这样子，1层、2层、3层。那这一层的话就会比较高一点，要会卡嘞。那不会？哎，我刚才示范的那些卡片呢？有没有在里面？哎，我可被赢嘞，放在里面忘记拿出来。好，那这一层的话，你可以放一些发票，或其实也够了，哦，或是放一些发票，什么比较小一点的东西。其实现在都推广无纸化哈，其实没有什么发票，都是会得到一些那个收据明细那一类的。所以它就是你要计算那个什么哇哥啊，计算尺寸的时候就是1、2、3层，这是基本的。那如果你要自己增加的话，就自己增加。好，那我就是做3层。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中央线先做起来，这个可以来啃。好，先把中央线这样做起来，然后等一下备用。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车这个后带的部分。反正总而言之，我都会先把这些里里扣扣东西先车起来，在组合的时候该刚好刮松快哎，就可以一次把它组合好。要不然你要组合组到一半又要去车那些零散的东西，就很讨厌。那我们这个后带呢，就是表布跟里部。就是浅色的这个点点呢，把它正相对，然后就把它车过来。其实这卡很好车啊，所以我才有办法一次车那么多个。啊，不是动作，我全有啦。其实这2天还因为下大雨的关系待在家，因为不能上班啊。台南是停班停课，所以我们就是也没有上班怕同事危险，所以我们就是也是休假1天，然后就在家做这有的没的。然后呢，我们就从这个正面压0.1，把它压好，压固定。压固定之后呢，就来跟后片车在一起。后片就是它，就是一本人那我们因为有条纹布呢，我们当然就是比较有变化，就是做直条跟横条的那个变化直线或横线。然后呢，就要把它放好，你就要看这个距离有没有刚好。那你也可以做记号啊，要不然就用把揪看，安尼差不多好，咱就把它掐了。安尼刚才就是懒得量的话，你就用眼睛看一看，差不多你就可以车了哈。然后我们就把它固定下来，我们这样后面就会有多一个后口袋，多一个后口袋就很方便，可以放很多有的没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做这个前袋的部分。那前袋的部分呢，就是有一个这样像 U 有没有的那个一个形状。那我们就是一样正相对。那我们表布记得都要贴布衬，表布都要贴布衬。然后呢，我们就这样车一个 U 型。车 U 型有什么好讲的？没什么好讲的，所以直接车到弧度的时候慢慢车，不要用力拉哈。你不要拉这样车你就变形了。你要怎么车呢？要这样边车边转，有没有看到？边车边转这块布，不要把它拉成直线车，有些人他乱拉了，你那个形状就跑掉了，我们就是边转边车，你可以把针目调小一点点，然后边车边转，像这样。好，车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弧度的地方记得要打牙口，加这个弧度的地方打牙口。那因为这个弧度比较蛮弧的，蛮弧的是3瓦个，就是它的弯度比较弯。那我们的这个牙口呢就要剪密一点，小心不要剪到线，小心不要剪到手，然后我们就把它这样子翻到正面来，像这样。
你剪了牙口之后，你才有办法翻哦，哈，不然也背住，钉掉哎，好像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就来做0.1的压线。那如果你要是觉得说你这样不好压线，你就先去烫一烫，也可以的。好，来，我们就来压线了。那你在压线，如果你没有烫哦，它这个里布很容易跑出来，所以呢，你在车的时候呢，你就是翻开来，然后拉一下你的里布，好，拉一下你的里布，这样它里布就会跑进去，你就不会让里布这样痛出来，干在，然后就这样慢慢的车它，好，里布拉一下，然后再来车，这样会比较好车一点，就比较不会看到里部有一个边线。好，拉一下，用大拇指哈稍微按一下，让它不要跑出去。好，给它拎紧了，不可以乱跑，好，让它跑进来。我给烧香呢，可能一整天讲的很少的话，因为今天都待在家，没怎么讲话。大概每次讲话讲的不怎么样哦，然后就开始找借口了，真正还好。这样呢，我们的 U 字形就已经车完了，所以我们先车完这3个东西要备用。接下来就是要车这个卡夹的地方的这个部分哈。那我们卡夹的这个版型呢，长得像这样子，还有长得像这样子，还有长得像这样子一个梯形。那呢，如果你跟我买材料包的话，上面都有一个折线哈。那折线的话，你就跟着折，像这样折起来，在你烫布衬的时候，就顺便把它折起来，这样有没有看懂？看懂之后呢，我们就来给它压线，压0.1，好，让它固定一下，像这样子，把它压线压起来，压2条就好哈。2条之后呢，我们就要来把它合起来。那合起来呢，因为如果你只要有版型有画好的话呢，你这里大概就是剩2公分了，好，然后呢，如果你还很怀疑的话，你就是大概都把它对好之后，你就会发现这2个合起来的时候，这2块刚好可以一起车。然后这2个合起来的时候呢，上面当然都要留一点点，下面这2块，又刚好可以一起车，这样你的版型就对了。好，那如果你很怀疑，不知道对还是错，就是说这个高度你没有办法掌握得很好的话，那我告诉你们，大概它都是留2公分2公分，我的版型。那比你们自己画的我不知道。好，不过我的版型大概就是2公分2公分。然后呢，如果你还是很觉得不是很安心的话，你可以把这块放上去比一比，你就知道说你有没有对好。也就是说，它合起来之后要跟这个一样大，你敢知？哦，就合起来之后要跟一样大。然后呢，你就可以把强力夹给它夹住，好，强力夹把它夹住。你不要乱车呢，你不要一开始就车这样，不是哦，而是我们要来车后面这个地方，就是下面这个里部的这个地方哈。那如果你版型没有车得很好没关系，你没有计算很好没关系，你可以把卡片放进去，看多深你就把它扯起来，这样也可以哈，随便，都就是看你要先计算还是要后计算都可以。你只要卡片不要掉得太深哦，因为掉得太深你不好拿，好，就如此而已。好，那我们就把底部车起来。第一个底部车完了就是这个带子。那第2个呢，我们当然也要车起来，就把它翻上来车第2个底部。好，来再把它车起来。然后呢，这上面这个也 OK， 所以你就可以来用看看。对，这样没错。这样对，没错，没有跑过去，这样就是对的哈。然后呢，我们再把周围车起来。周围压线，把它压起来。其实这个难度真的就是大部分都是直线啊，难度1颗星，没有啦，1.5颗，应该算2颗星吧，就没有很难，可是它很实用哦。我个人觉得说这个出去买东西上菜市上那个市场啊，或者是那个便利商店啊，还是什么大卖场，我觉得最适合送给妈妈，他们一定会很高兴。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来把这2块，好，这个外面的带子呢，把它合起来。那合起来的时候呢，你当然就是要仔细看好你的一层一层有没有
很刚好，你的左右有没有很对称？那如果你觉得很 OK 的话，我们就来车哪里呢？我们要把这个旁边压住哈，让它不会这样整片开开的，压住压到这一层的下来大概1公分，好。然后呢，就给它回针。哎，你忙一点压呢，压了之后你就少了一个口袋哈。而且如果你这样一直压过来的话，你这个口袋也伸不进去了，所以车的时候要小心哦，哈。然后嘞，过来嘞，咱就敲这边啊，不嘞，好，一样，车个0.1，然后沿着刚刚的压线呢，把它压过来，好，一样压到这个压到那个1公分处，好，就是我们的缝直点，好，然后呢，这样我们的前面带子就好。接下来我们要再继续把这3片有没有？这一大堆片，好，前片这一堆全部把它车起来，让它固定好。接下来我们就又快要完成了。其实这个带子真的很不难。我们上面这里会开开的，也是把它压起来，等一下会比较好车。好，那如果你要是怕说你的版型不太对劲的话，你可以趁这时候哈，2个人再把它合并看一下。好，2个人合并看一下，如果有多出来的，有干嘛的，你就把它剪一剪。好，等一下我们再车会比较好车，把它修好哈。多余的线也都可以趁这时候把它剪掉。好，接下来呢，好厉害！接下来就要来车那个带盖，把带盖先固定上去。带盖固定上去的时候，我们记得要剪中央线，把中央线先剪出来。中央线剪出来呢，带盖的正面哦，跟它的正面正相对，把它固定好。那我们在车带盖的时候要注意的是，这个带盖不要歪掉，因为你只要这边一点点歪，你盖到前面它就会变很歪，你知道吗？它就会变成很歪这样子。所以呢，你最好下面你也可以剪一个中央线。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这里的中央线也把它做出来，看着哦。我们中央线呢，用珠针稍微固定一下，然后呢，这个中央线记得正面对正面了哈，上面的这个中央线对准之后，下面的这个中央线也要对准这个中央线，好，有对好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扯起来了。这样懂吗？就是你在车的时候要多注意一点点，你只要车的时候多注意一点点，你的作品就会离完美更近一点点。哎，我这句话简直是名言佳句。好，我们做事情只要多考虑一点点，有没有？之后你的那个成品就会更漂亮一点点。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上拉链了。那上拉链呢，我们就一样把中央线也是先把它做起来，这样子我们的那个等一下的作品就不会歪歪的，歪歪的也不怎么样，可是看起来就是不爽快。所以呢，我们把中央线呢先把它做起来，做起来之后呢，对准中央线。哎，我想要拉链面对这边。这个也是哦，中央线把它做起来。那你这个要对中央线的时候要小心哦，你要对的是这个边缘，这个边缘的中央线，好，这样子会比较漂亮。好，把边边对好，挥，然后呢，打开之后，拉链头的地方，好，当右为所在有拉环的地方朝下，好。然后呢，我们把中央线对好，中央线，好，中央线对好，中央线，然后把它车起来，从头到尾哦，从贯彻始终，有没有？从头至尾把它车起来，不用担心哈。我们要车，因为很多人还是，我觉得有里布的这个拉链带呢，我用的方法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所以我一直都不怕车这个有拉链的这个包包哈，有拉链又有里布的包包我都不怕，因为我用这个方法车，我一直都觉得挺美的。好，这样子车完一边呢，还有另一边，车完一边，各一边，背了一线，又一线，来这边也是把它对好，好，把中央线跟中央线对好。背完一线又一线，是背什么线？我拢背枕头线。其实我蛮讨厌爬山的，所以哦，运动太少，愈来愈大块，嘛是肉。来，接下来呢，把它直接从头车到尾。那我们从头车到尾之后呢，
还要再车这个里部的部分，好，连着里部也要车了。那为什么不要夹车呢？因为夹车容易歪，所以我们最好就是分开车。那分开车的话呢，你的这个里部呢，正面就是要把拉链夹住车，哦，所以就是继续按照刚刚的那一条线再车一遍。以前我小时候有一首歌叫做再试一下哦，就是说这是一句好话，再试一下，然后一试再试，做不成再试一下。因为我小时候是合唱团的哈，常常在唱这首歌，我觉得唱的还蛮烦的，因为他就一直在那边再试一下这样子。你看我这个年代有多久远，可是现在想一想，真的要鼓励大家就是多多尝试新的东西，然后不会的东西也要多多尝试。我前两天看到一个粉丝竟然给我留言说，他做的说我包包做这么多，可不可以送他？我超无言的，包包做很多，你应该是要自己好好练习。他说因为他做不好，做不好你就要练习啊，不是叫别人送你好不好？你把它进走了。好，我们把它都车完之后，像这样子，好，你就会看到，拉链就夹在中间。这时候呢，我们就把拉链往另外一边放，然后把里部往另外一边放，拉链也是，然后从正面压线。从正面压线的时候，小心你就是不要车到里部哦，好，记得。然后我们就压0.1，好，把它弄平，好，然后像这样子，把它压0.1，压起来。这粉红色做起来那碎啊，看起来非常的甜美亮丽，很青春哦。拿在手上都觉得手在发光了。去尾翻更哦，来，接下来呢，一样把里部呢往右边放，哈，里部往右边放，拉链也是哈，然后呢，我们一样把这个压0.1压起来，好，那里部你在往这边放的时候，记得把它拉平，好，不要皱着。好，然后呢？快要到最后一步骤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稍微把里部打开一点点啊，不是，把这个拉链啊，这上面跟这拉链打开一些，然后呢，我们现在要来为什么要拉链打开一些？因为等一下你比较好翻哈，记得要先打开哈。然后呢，我们现在从边缘这里有没有看到？边缘的这里呢，把它对齐好，把这个布对齐好，然后拉链头的部分你也要对齐好哦哈。这里不要参差，你等一下就拉不平。好，你把它对齐好之后呢，先用那个珠针把它固定住。这边也是一样哦，哈，把拉链呢对齐好，往上哦，往上哈，然后对齐好，然后用珠针把它固定起来，再把它固定起来，不要小心蛮踩到自己的手。好，像这样子，然后我们都对齐好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车，怎样呢？要留一个反口在这里，然后我们就要车。车到这里哈，就是留一个反口。来，我们来车它吧，好不好？好，有什么不好嘞？反正是我车，也不是你车，对不对？没有啦，开玩笑。我知道很多人都一边看一边车哦，还有人呢说拿来当广播听嘛。好吧，这是我的荣幸了。感觉还可以顺便卖个药，是不是？好，我们呢？到这边的时候要小心哦，慢慢车，把它对齐好哈，然后慢慢车，因为这个弧度这个带子呢，这个弧度就还蛮重要的，我们就是尽量可以的话把它车漂亮一点。车到这里要小心哦，因为我们的带盖哈蛮接近这个缝缝的，所以你的带盖要记得把它翻上来，才不会带盖车住哦，知道吗？好，你摸一下就知道了哈，那边特别厚，你不要特别厚，来我干嘛给你个掐的？我不畏艰难，不是哈，因为你车到带盖的。好，然后呢，就把它翻上去，继续车，慢慢的到了弧度的时候就慢慢车，好，不用耍帅了，耍帅不给大的，就好好的慢慢车，好，这个最后面的这个边缘呢，反而就是要慢慢车，你的形状才会漂亮。好，然后呢，我们要留一段反口，对不对？所以就回针，回针之后呢，你就会看到这里有一段一坑，后背破一坑。好，这个洞，然后呢，我们现在来做的是什么事呢？
先不要急着翻哈，我们先来剪牙口，因为呢这个弧度的地方呢比较糊，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剪好，弧度的地方把它剪少一点，缝份剪的少一点，好让它不要那么厚重。好，啊袂得着钱啊的做当，那也是觉得有点悲凉，有没有？好，该开始钱得要当当哈，啊剩余的累赘比较多。然后呢，我们来剪牙口，好，把牙口剪开，因为这里蛮厚的，因为它有很多层嘛，所以呢，我们就是把它剪成一个那个 V 型的牙口。天哪，又在下大雨了，雨落袂煞。我还看到那个高雄还有警车在水上漂嘞，人家是铁掌水上漂还是警车水上漂？好，然后我们把牙口都剪完了，那为什么里部不用剪牙口呢？里部你要剪牙口也行啊，哦，因为里部比较薄，比较不会挤住，这样。那你要剪牙口，或是把缝份修小一点都可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把它翻到正面来哦，好，那翻到正面就从这个洞。那为什么刚刚说拉链要打开呢？因为你拉链如果不打开，你这里就会挡住，好，你手穿到这里就会挡住，所以你拉链先打开，我们就可以直接从这个最边边角角的地方呢，直接把它拉过来，有没有看到？从最边边角角的地方开始哦，开始翻，然后呢就可以慢慢的翻到正面了。那如果你觉得说不好翻，你的反口就留大一点啊，其实还好啦，因为我们这一咖贴的是薄布衬哈，然后布本身又是40支棉，所以不会很厚。然后呢，我们翻到正面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这个弧度没有很漂亮，拿出我们万能小竹筷，有没有？一支就可以用很久啊。拿这个比较圆的地方，比较粗一点的地方呢，把它从那个反口伸进去，然后把这个边缘推一推，这样你就不用动到你的纤玉指，吼，咱的镜头还袂痛，镜头还保护，你敢知？吼，所以我们呢就这样子把它推一推，好，在里面画个弧度，它就会很圆。接下来呢，这个洞你也不要马上把它缝起来，因为呢，我们这个边边有没有？哦，对的好漂亮，有没有？我们把这个缝份打开，把这个缝份打开，打开之后呢，再干嘛嘞？再翻下来。缝份压住哦，好，缝份打开之后，用你的手指头把缝份压住，然后呢，把它折下来，这样，好，把它往下压下来之后，我们再从正面补一下1公分，让它更平整，这样看懂没？这样你的那个拉链带呢，就可以做得非常非常漂亮。好，有些人还是说看了之后奇怪，为什么还没有做得很漂亮啊？我跟你讲。你只有每一个步骤确实的去做好，好，你就可以车得很漂亮。然后把多余的线剪掉。那剪线的时候呢，线稍微拉一下，你剪起来会比较贴。啊，这里以前也讲过。然后另外这一边呢，它会凹进去，就直接用针啊，用锥子呢，直接把它挖出来，把它挑出来，它就会平了。有些人呢问我说，为什么这边不平？我跟你讲，因为你没有挑出来，你要用力嘛。用过烂了吧，然后就可以这样子，不要挑破布为原则哈，你不要挑一点点，你挑一点点布容易线容易断掉，布也容易破掉，你要多一点点一起给它挑出来哈，就利用杠杆原理，那改弄出来，把它那个形弄出来。所以呢，这样子我们袋子呢，现在看一看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反口呢把它车起来。它如果没什么问题，我们就可以把它车起来。那反口如果你不想要用车的，你也可以长针缝哦。每次我都要讲一遍，哦，因为我就还蛮怕有人没有，刚好这一篇是他第一篇影片哦，就不知道为什么。好，之后呢，我们就把里部放好。好，其实呢，这个袋子我们到这边就已经完全完成了。那我们再把它烫一烫呢，就 OK 了。然后呢，像这样子，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磁扣，好，我用的是那个
那个磁扣。那如果你不喜欢用磁扣的人，其实你也可以自己用那个四合扣、魔鬼粘，任何你想要粘住的东西，全部都可以，知道吗？然后呢，我们就把磁扣缝上去。那我就不在这里缝了，因为磁扣就这样把它缝上去，好，然后把它盖起来。之后呢，我们再把一颗爱心贴上去。那这颗爱心要怎么贴呢？就是一样是那个叫做啥？叫做那个贴布缝哈。那贴布缝呢，一样把这个形状呢，先把它折出来。你可以的话用熨斗烫一烫，没有熨斗的话你就用手把它按住。那这个有弧度的地方，我现在告诉你们大家，有弧度的地方你可以先缩缝，好。先把它缩缝起来，像这样。那你要不要贴爱心？当然也是随便你，不是每个人都要贴。你也可以做个小蝴蝶结在上面随便你。只是我就想要贴爱心，我就贴了，没有为什么。然后呢，到这个中央记得要剪一个压口，好，像这样子。然后呢，我们这个弧度的地方缩缝完之后就拉，用力拉一下，好。拉了之后呢，因为你这里有贴布衬嘛。它就会比较有弧度。那如果你不想要贴布衬的话，你也可以用那个厚纸板。好，那贴布缝的缝法，我在上一篇有一篇那个 Hello Kitty 的那个门帘，好，已经教过了，就教过怎么样贴布缝，所以这篇我也不要慢慢缝了，因为你就是只要把它缝上去就好。好，就像这样子啊，把它缝在中央。所以呢，它带子本身呢，就是我们这里用一个磁扣，然后呢，这里拉链。那如果你要做礼带，你也可以自己再做礼带。然后呢，拉链合起来之后，我们把这个卡片放进来，再放进来，啊，再给它放一张从来没有开过卡的星巴克卡，真莫名其妙。然后呢，把它盖起来之后，就比较不会掉了哦。而且我们在买东西的话，直接打开，里面上面卡来好利啦，对不对？然后钱呢，我们就可以放这里。然后呢，拿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还蛮方便的。你看，我这个磁扣缝的有点歪歪的嘛，好，就像这样子。然后拿的话也蛮方便的，后面还可以塞很多东西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还不错。这个包包呢，你平常放在大袋子啦，还是你这样随手拿都 OK， 都还蛮漂亮的。所以喜欢的朋友呢，其实你可以试着做做看。那如果万一我没有出材料包的话，你需要这个版型你如果需要材料包可以买你的这个版型我后面会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因为它的版型怪怪的形状太多，所以我没有办法用电脑制图，技术不好。我有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分享，可以让大家看。那如果你真的还是不会，还是你觉得这样的配色你也很喜欢，你也可以跟我们买材料包去制作，就这样子。那就是8月是一个很愉快的月份因为我的生日刚好在8月嘛。然后就是很谢谢大家之前对我的生日祝福，非常感激你们，让我有一个很快乐的生日月份，谢谢你们。那就是下次见咯，喜欢的话赶快自己做一个吧，拜拜。